刘秀国的侍卫呢？快把你家主子带回去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等一下，给我拉开！夫妻之间的情趣，朕理解。不过这样看来，是该让王子妃在这多待些时日，顺便带她四处转一转，好好学习我们大明女子的温婉和贤淑。罢了，退下吧。你们好生休息吧。谢陛下。谢陛下。打我！打我！二位慢走。奏乐。奏乐。众爱卿继续。这都什么时辰了，还不回来？莫非……夏兄，时间紧，咱们先说正事吧。西门庆会继续帮我们盯着皇上。金陵城内有什么情报？回大人，金陵城中许多店小二都是咱们的人。打听到城中百姓很多人已经对燕王造反议论纷纷，更有很多人对当前政权表示了不满。继续。大人，经营2米铺子的兄弟常能听到百姓们抱怨官府无能，百姓生活苦不堪言，2米都越来越贵了。可我们发现有不少大臣府内购2米却是大肆成风。属下猜测，官员们也开始对燕王造反一事有所忌惮，从而购粮以备不时之需。说不定还有人想借此机会发一笔乱世横财。大人，属下还搜集到，这一连好几日，各级朝廷官员都聚集在城中有名的歌舞房内，在一个包厢里彻夜长谈。探子在隔间听到了燕王和当今圣上的名字。季老弟，照这么说来，这金陵城内是看似一片平和，其实早已经暗潮涌动了。夏兄想说什么，不妨直说。依现在的情形来看，只缺一个契机。诗歌会。我明白了，夏兄的意思是想利用民间舆论的力量，给他们施压。可这跟诗歌会有何关系啊？这正所谓是君为轻，民为重。后天晚上，莫愁湖是对平民百姓开放的。届时，不止湖上，整个莫愁湖畔必定人山人海，热闹非凡。我们就借此，把民间的谣言传播出去，让整个金陵城骚动起来。我们这一次，也让罗克迪等人看看我们飞龙城员的厉害。我不去，我就是不去。我已经是老姑娘了不成？为什么要嫁那么早？你们就这么迫不及待把我赶出家门吗？我不去，我就是不去。我要嫁谁，我自己决定。我不管，我就是不去。明儿啊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女儿家自己做主了？大哥，说到底，你不过就是把我当成你官场上的一个垫脚石而已。我告诉你，我绝对不会牺牲我的婚事来成全你的。放肆！父亲早逝，长兄如父，你的终身大事当然我来做主。再说，整个徐家不都是我在扛着？你的儿女私情，趁早给我丢一边。后天，莫愁湖施酒会，你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总之，你的夫婿要尽快选出来。好妹子啊，你可千万别再哭再砸了，咱们徐家可就要被你砸光喽。老三啊，我就说了，只有你来，他才听得进去。三哥也是来劝我嫁的，还是三哥也觉得凭我的婚事
能替徐家再争一争。你觉得三哥是这种人吗？你呀，别再哭了，眼睛哭肿了就不漂亮了。大哥，其实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。老三，虽然燕王胜过几次战役，甚至大败朝廷80万兵马，可这都是因为李景龙那个主帅愚蠢无能，并不是他朱棣有通天彻地之能。更何况，父亲被太祖高皇帝誉为大明开国第一功臣，你我深受国恩，忠心服从，这才是为臣之道。所以，不管你有什么心思，都趁早给我收起来。大哥，你若是不想参与到姐夫和皇上的争斗中，就把权一交，守着我们这中山王府，然后靠着先帝赏赐的田产庄园，做个富家翁又何尝不好呢？胡闹！想父亲为大明戎马一生，辅佐太祖高皇帝打下这万里锦绣江山，才到了你我兄弟2代，就甘心让中山王府没落不明，从此绝迹于朝堂？大哥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咱徐家的女婿我已经选好了，就是皇上最宠信的文臣方孝孺的爱子。既有这层关系，我们和方孝孺搭上线，自然也就和朝野间的无数文官搭上线。这样，咱们徐家就仍然在朝堂上占有一席之地，而不仅仅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摆设。为兄用心如此良苦，你明白了吗？我明白了。大哥这么着急把明儿嫁出去，就是想赶在日落西山之前，搭上方孝孺这条文官的线，以便顾宠。三弟，大哥，大哥，你的苦心我能理解。可若是把家族的命运建立在牺牲小妹身上，我断然不愿。你，我不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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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大小姐，不嫁不嫁。三哥，我真的可以不嫁吗？你的婚姻大事，你说不嫁就不嫁。可那个莫愁湖19会怎么办？到时候如果大哥硬是要逼着我去呢？你也知道，大哥他真的会叫人把我押过去的。那就去呗。那个莫愁湖19会，也是为了让你们彼此相看。如果你去了，那些权臣之子看不上你呢？看不上我？难道我长得不好看吗？那倒不是，咱们明儿的美貌那是天下第一。不过明儿可以想办法不让他们看上你啊。三哥的意思是，哦，对呀，我明白了。如果是我看不上他们，那大哥肯定会逼我嫁，那我还是不得不嫁。如果是他们看不上我，大哥也不可能硬着头皮去倒贴他们啊，是吧？毕竟咱们中山王府可是世代勋贵，丢不起这个颜面呐。太好了，不用出嫁了。大哥，还是你聪明，你英明神武，你聪明过人。哎呀，一会儿晴一会儿雨的，你这疯丫头。明儿是三哥的疯丫头，三哥对明儿最好了，明儿也最喜欢三哥了。只要你开心，三哥做什么都行。三哥对我最好了。来，行，来，咱们2个走。你看，苏大人，来饮此杯。来，我再给你们。来，来，大少。这群文绉绉的虚假宗派，真让人心烦。嘘。诸位大人，正值朝廷大军在北方战场节节取胜之际，我们共同举杯。哎呦，谁呀？是老子我。你吃饱了撑的你。哦，
黄御史是朝廷大员。今晚主持诗酒盛会，在座的不是公卿大臣，便是新科的进士。曹国公，你不嫌自己太过失礼了吗？呸！我乃一品大员，爵封国公。本国公比你晚来，你大模大样坐在那儿，不见你这五品官起身相迎。本官就坐已经这么久了，不见你这五品官前来问候，礼仪何在？你这又成何体统呢？啊？九江，你别闹了。当初你和黄子成利用我，排挤徐家，我也就心甘情愿了。可后来，你们为了弃卒保帅，拿我当挡箭牌不说，还让我背黑锅，这件事儿该怎么算？下官方孝孺，下官黄真，拜见曹国公。起来吧。今日官民同乐，自回座位赏诗品乐去吧，莫扰了本国公与诸位同僚好友谈笑的兴致。方某偶感不适，今夜的诗酒会我参加不得了。诸位同僚，我方某告辞了。方大人，是对，真是。哎，方大人，方大人别走，方大人。哎呀，你等我，方大人。大人，你说夏巡真的会出现吗？这么好的机会，小巡不可能不出现。我们按原计划行事。是。不知道郡主平日里都喜欢做些什么？我喜欢什么都不做。郡主可真会说笑，郡主琴棋书画肯定样样精通。比起琴棋书画，我更擅长拳脚功夫。我家的护卫都常常被我打得趴下不说，就连我三哥都不是我的对手。郡主饶命！出去！哎呀，真是一群惺惺作态的人啊！要是夏巡在的话多好，一定会很有趣的。郡主，后面还有唐家公子和赵大臣的得意门生，让他们一起来。是。方大人息怒，李景龙那家伙实在是欺人太甚。徐大人，我们先说正事吧，你请坐。是，方大人说的是。现如今呐，那是朝纲不稳，各派纷争不断呐。虽说你徐家有先皇的恩典，又有免死金牌，可是你始终未有实权呐。你也知道皇上忌惮，所以难保你不成为他人鱼肉啊。哎，大人所言正是在下之忧啊，所以在下希望犬子与你徐家郡主那是年纪相仿，喜好相同啊。犬子的才华自是不用说，在朝堂中那是数一数二的。性情和秉性啊，也都继承了我的。
只要你家郡主能嫁到我方家来，我定待她如亲生般呐。不知你意下如何呀？好，我家明儿若真能嫁到方家，我也算对先父有所交代了。好，好，这样就好了。我们方家和徐家在朝中就可以互相帮助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呐。是，方大人请用茶。方大人，请。两位贵使，今晚的诗酒盛会，以诗佐酒，以酒助诗。微臣斗胆有请两位贵使，各吟诗一首，也让我们感受一下贵国的文化，如何呀？日本使节不是自诩大国吗？怎么连首诗都做不了啊？王子背诵国书的事情，大伙可都是历历在目。在下这样谦虚，不过是想给王子留些颜面罢了。本王子多谢日本使节替我担忧了。既然如此，还请日本使节献上一首诗来，让本王子和大家都好好学习学习。我怎么忘了，这两个人可都不是什么好惹的。那在下就献丑了。生子当似玉，娶妻要如花。丈夫天下志，40未成家。好诗，好诗。那是自然。王子，请吧。哎呀，这等浅显的好诗，本王子当然是不会了。不过本王子的侍从随便做首诗，估计也会比你那40未成家要好得多。昆山有志妻梧桐，攀附枯枝落弦声。你看，自命不凡斗同根。离地半尺，以为雄。是燕王，先皇子嗣众多，唯有燕王文武双全，德才兼备，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，为人极善。确实如此，唯有燕王才是天命所归。呀，燕王密牒！这是。哎，看，这里什么？方大人，快，赶紧带两位使节离开！哎呀！走，这边。我们走。不好，小雪已经动手了。大人，属下已经派人去搜查，散布信件的人。每一艘画舫，一个人都不要放过。是。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。
其他人跟我来。是。多谢。哎，今晚的事儿你可别说出去啊。明白。你看，若不是我及时拉住你，你说不定就被暴露了。多谢郡主，我还有事，先告辞了。哎，等等，你这次前来诗歌会，所谓何事啊？你个小丫头片子，有些事情知道太多，对你可没有什么好处。好，我可以不管你之前想要做什么，可是呢，你如今已经被我抓到了，你就别想那么容易逃脱。郡主啊，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我想你帮我。你想我帮你什么？我想你帮我解除婚约。这可不行，婚姻大事岂能儿戏？不能不行，你若是今日不答应我，你也休怪我不帮你。威胁我是吧？好，我答应你，3日之后，我自会去找你。你不会是骗我的吧？没那个功夫骗你。我先走了。我来看看啊，是散布喜见者，一律当作燕王乱党处死啊！送烟墨，属下立即去查每一家印刷坊的烟墨。你去查一下，把半年内金陵城内所有新开的、新换了主人的印刷坊、书斋，甚至文房四宝殿，统统给我罗列出来，再与他们的出版印刷之物校对淹没痕迹，用时间锁定盘查的范围，用油墨锁定可疑的人。属下不解，为何是半年之内的商铺？像这种松烟墨，至少埋在地下2年才能使用。他们开店打掩护，只能从别处购买。这种店，开张绝对不会超过半年。我这里肯定是不安全了。如今最好的法子就是先各自分散，然后到时候根据暗号汇合。让开！都给我围好了，走。谁是老板？我是。那些人都给我出去！这位姑娘，真是抱歉，我这里恐怕暂时做不了生意了，要不你改日再来吧。不是，走吧。抓起来！带走，走！老实点。别冲动。哎呦！
进。你们别这样。张俊定是知道锦衣卫的手段，担心会暴露大家的身份，所以才牺牲小我保全大家。你们说，若换做你们，会不会如此呢？定当如此，不负大人。这段时间，锦衣卫的搜查只会越来越频繁，当务之急，大家应该先保护好自己，断不能发生昨日之事。依我看，这段时间大家先各自散去，都给我好生的藏好了，到时再听我指令。是。你信不信我？你是想说，目前这件事没有表面上这么简单？这么看来，你也有所怀疑。我总觉得，说不定已经有人暗中盯上我们了。书画店和画坊的秘密联络点都被锦衣卫破获，直觉告诉我，这一切仅仅只是个开始而已。你一定要小心，不可以掉以轻心啊！以我之前所料无差，现如今金陵城中暗潮涌动，真正能够接纳我们、收留我们的人并不多，我们的处境也更加危险，所以我最好和你们分头行动。你好好的和彭姑娘在一起，她有使节的名号保护着大家，这样我才不会有后顾之忧，知道吗？那你去哪儿？收留保护你的人，你想说的不会是……听话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你要好好的吃饭，好好的照顾自己。你就别担心我了，倒是你自己一定要万事小心。闷，哎呀，太闷了。你心里藏着事，哪能消停半刻呀？就知道三哥最了解我。我想让你见个人。见个人？谁呀？这个人呢，还请三哥一步去我房间一见。去你房间？哎呀，你就答应我吧。走吧，来。草民夏寻参见徐大都督。明儿，你怎能如此胡闹？朝政岂是儿女私情可儿戏得了的？三哥，亏你还是个顶天立地的3尺男儿。夏寻眼下正是危难之时，只不过是借用我们的屋檐躲躲而已。不是你常说要仗义相助的吗？如今，圣上正大力追查燕王乱党。若是此刻让人知道咱们和他们有私下来往，你想过这个后果吗？夏寻此次拜访实属突然，却未想到徐大都督如此为难。那既然如此，夏寻这就告辞。别走！
夏公子，请坐。想必夏公子也知道，如今朝廷形势逼人。我徐府虽不受圣上所重用，但也是先帝辈的忠义之臣。若是此时落下了任何把柄，我实在无法用徐府上百条人命去赌。徐大都督所言，夏巡明白。只是燕王此次出师，为的是清君侧，重整朝纲。如今奸人当道，民不敢言。难道这是徐大都督您所想所愿吗？我又何尝不知呢？如今的燕王势如破竹，而金陵也不过就是表面风光罢了。这能撑多久，谁都说不准。三哥，所以我说嘛，我们徐府不受重用，还处处受气，为何不早日去找姐姐跟姐夫呢？是啊，徐大都督既然已经看透形势，那为何不早一些？可谁叫我们都是徐家人？这就是我们的命啊！更何况，我们现在背负的不仅仅是徐家的清誉，更是徐府上百人的性命。夏公子，今日在这儿，我不妨坦诚相待。你我虽然阵营不同，但我愿意交你这个朋友，护你周全。夏巡，感激不尽。来，三哥，你真的愿意帮夏巡吗？为什么这么问？我这不是怕你骗他吗？然后突然对他不利。哼，你当我看不出来你喜欢夏巡吗？你喜欢的人，我会对他不利吗？谁说我喜欢他了？你可别冤枉我，我看你才喜欢夏巡呢。我喜欢他。三哥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你可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你可不许骗我，你一定要护夏巡周全。是，郡主大人。三哥坐，喝茶。终身大事，关系到你一辈子的幸福，所以，我希望你考虑清楚。我知道，三哥一直希望我可以找到一个喜欢我胜过我喜欢他的男人，然后幸福平安的过一辈子。你知道就好。可是夏巡到底对我怎么样，我也说不清。不过我知道三哥对我是怎么样的。三哥啊，永远的疼我，永远的喜欢我，永远不会抛弃我。不论怎么变，三哥不会变。所以啊，我有三哥这么多的喜欢，我也不缺别人的喜欢呀，我就可以尽情的去喜欢我喜欢的人了。谢姑奶奶，谢姑奶奶，听说你又开了家古玩店呢，发财了！去，你要再这样，我可就告诉彭姐姐了。哎，不，我说谢姑奶奶，你可别忘了啊，是你叫我过来帮你想办法怎么应对这些锦衣卫的，如今你又叫我闪一边去。我喊你过来呢，本来是想趁夏巡不在，正好给你个机会展示一下你的聪明才智而已。对呀，谢姑奶奶，我这么掐指一算，夏老弟去徐府不少时日了。你心里就没有一点点吃醋吗？你不担心我这聪明机智又风流倜傥的夏老弟被郡主给拐走了？他才不会像你一样呢，我相信他。哎，脸红了。哎，好了，不开玩笑了啊，说正事。
是不是我帮了你，你也应该帮我，让子琪实现嫁我的约定啊？那你先告诉我，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这里避免锦衣卫的盘查呢？之前不管是画坊还是书画店，我都花了不少的心血，被破获之后，我损失可真是不小呢。这要是日子一长，我怕这生意做不下去了。姑奶奶，你是不是跟夏寻在一起久了，反而变得没那么聪明了？古语云：“擒贼先擒王。”若是你这地方平常出入的都是些达官贵人，还有谁敢隔三差五的上这儿来搜查呢？一定是我乱了阵脚，怎么会没有想到这样一个一劳永逸的好办法呢？我帮你想了办法，你是不是也让我尝尝甜头啊？你又在打什么坏主意啊？我想开青楼，我看你是色胆包天了吧？啊，外面步步紧逼，你还有闲情在这青楼？我看我今天不好好收拾一下你，你就原形毕露了。痛，真的好痛！我的耳朵又不是金刚不坏的，你这样捏下去非坏了不可。好啊，那我换鼻子。鼻子不行，鼻子更疼。哎呀！我看你是死猪不怕开水烫。你知道吗？青楼对于你们男子而言，不过是消遣的地方；可对于世间许多女子而言，那就是一个地狱，或许是永远都逃不出的地狱。哎呀，我只随口一说，绝不可当真。你想开店铺，不难，不过你的老本行不是管美人，还是医病救人更适合你。你空有一身医术，若是不治病救人的话，那实在是太浪费了。谢谢已经把你的医铺给准备好了，就在来福酒楼的旁边。过2天你就可以去看看了。这谢姑娘平时不声不响的，到底有多少事情瞒着我们呀？开店那可是谢的老本行，她最拿手了。你方才所言没有骗我。我们虽然不能救天下人于危难之中，但若是能够让他们少病少灾的话，那也算是我们问心无愧了。对，是在下肤浅了，没有你看得那么透彻。哎呦，好了，这几日我就好好的温故一下医书，到时候再让你们领教一下我的本事。我的医书去哪儿了？夏雪，你不是说我若帮你藏身，你就助我解除婚约吗？这都这么些天了，你每天除了跟我三哥聊天说地，丝毫不提我婚约一事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你三哥那人吃软不吃硬，你都劝过他那么多次了，我劝说又能如何？那你的意思是帮不了我了？非也。这正所谓是敌不动我不动，你的婚姻大事是由你大哥做主，如今还没有任何风吹草动，你急什么？放心好了，我答应过你，只要你借我赞助，我自会让你如愿逃婚。不知今日的鱼会不会比前几日更鲜肥些？这几日偃旗息鼓，依我看，估计鱼儿们一看到食物，都争先恐后的抢钩子。哎呀，鱼儿们呐，鱼儿们，快点上钩吧！我姑奶奶最近心情不太好，
我还想拿你们回去红烧给他吃，让他食欲大开。哪有的事？依我看，是西门兄你独自揣摩罢了。你非鱼焉知鱼之苦？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。更何况还住在敌方阵营之中，啊！哎有了！哎，跑了，可惜了。怕就怕中层跑鱼啊！小鱼仔最容易上钩，反倒是那些个大鱼，唉，不可操之过急啊！饿久了的鱼，要想一网打尽的话，最好的办法就是钓扇面。一旦入扣了，一个都跑不了。哎呀，有了！有了！来，让他好好吃饭。那我替谢姑奶奶，谢谢你了。灯烛两夜，宫阙月挂霜，烛影摇红寥寥星光。一人阁楼上，独醉忆他乡。夜雨听风望远方，月下离舟上，3000夜未央。千场梦曾朝朝暮暮，连天风沙降，着你的模样。此去后，天涯路两茫茫。爱恨醒了，散了，似流沙。你我聚了，忘了几时年华。是是非非，曲断情长。